如果说1813年的拿破仑是德意志的严父，那么1840年的法国就是德意志最好的陪练，因为是他硬生生的把他逼成了铁血军团。在19世纪30年代，尽管德意志各地的老板们在想办法搞经济融合，文人们在拼命写文章搞文化认同，但真正让所有德意志人瞬间抱成一团的，既不是钱，也不是诗，而是他的死对头法兰西。这就好比一个小区里的住户，平时为了楼道堆杂物吵得不可开交，但只要隔壁小区的流氓提着棍子冲进来，大家立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事情还得从法国那边说起。1830年，法国换了个新 CEO 路易菲利普，这位被称为奥尔良公爵的新国王日子过得很苦。虽然他打着民选的旗号上台，但在内部的反对派共和派时刻盯着他的位置，想把他拉下马。为了保住王位，路易菲利普必须时刻讨好那帮难以伺候的民众。1840年，法国在埃及搞了一次扩张，结果玩砸了，引发了著名的东方危机，在国际上丢了面子，国内骂声一片，君主制的根基都在晃动。这时候，法国首相阿道夫·提耶尔想出了一个大招，就是传说中的乾坤大挪移。他的逻辑是这样的：我们在埃及丢了场子，必须在别的地方找回来。既然打不过英国，那我们去欺负一下隔壁那个看起来乱糟糟的德意志吧。于是提耶尔突然高调宣布，莱茵河是法国的天然疆界，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边境线推过去。为了把戏做足，他还动员了50万志愿兵，一副要武统莱茵河的架势。这就是典型的为了掩盖一个错误，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错误。法国国王后来也觉得这事完大了，赶紧把提耶尔给撤了，换了个温和派上来灭火，但是已经晚了。情绪这种东西一旦点燃，就不是你想灭就能灭的。莱茵河对岸的德意志人原本还在为谁多交了关税吵架，一听法国人又要来抢地盘，瞬间炸毛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拿破仑留下的心理阴影还在，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一下子转化成了狂热的愤怒。在这种极度亢奋的情绪下，德意志爆发了一场战歌创作大赛。既然打仗，我可能还没准备好，但写歌骂你我还在行。一时间，爱国歌曲像病毒一样传播，比如自由的德意志莱茵河绝不会落入他们手中，歌名长到像是一句誓词。还有著名的守卫莱茵河，但真正的王炸是由一位叫霍夫曼的诗人写下的。他在那首著名的诗里写道：德意志高于一切，这就是著名的德意志之歌。当时的人们唱起它时，并不是要统治世界，而是表达为了保卫这个国家，我们可以把一切个人利益置之度外。谁能想到法国人的一次外交碰瓷，竟然逼出了德国沿用至今的国歌。通过1840年的这场闹剧，我们看透了德意志这个民族最底层的行事逻辑。作为一个夹在俄国和法国这两个巨头中间，连个天然防盗门都没有的国家，德意志严重缺乏安全感。这种地理上的幽闭恐惧症造就了他们独特的民族性格。不管你的政治主张多么诱人，不管格林的童话多么好听，甚至不管赚多少钱，都无法让所有德意志人真正心连心。唯有恐惧，只有当外部的狼牙棒举起来的时候，这群人才会收起内讧，露出獠牙，变成一部精密的战争机器。外敌的威胁是德意志民族构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黑色燃料。法国人大概做梦也没想到，他们每一次试图打压德意志的举动，其实都是在为未来那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亲手添上一块砖。历史有时就是这么讽刺，你想制造混乱来转移视线，结果却帮对手完成了最艰难的团队建设。1840年的莱茵河危机就像一场预演，它告诉世界，那个散装的德意志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一个因为恐惧而变得无比好斗的巨人，正在莱茵河畔站起来。